Hello， 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机，我是阿伟。现在拍摄的时间是5月22号的上午6点。如果我现在问你 ，AI 时代最赚钱的公司是谁？你一定闭着眼睛告诉我是 NVIDIA。回答，没错，黄仁勋的 GPU 确实是 AI 的心脏。但是当全世界都在疯狂抢购 GPU 的时候，有一个致命的瓶颈正悄悄地掐住了这些科技巨头的脖子。这个瓶颈如果没有解决，买了再多的 GPU， 最后都会变成废铁。那这个致命的瓶颈是什么呢？叫做频宽与散热的极限。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终极答案只有一个，叫做光通讯。今天我要为大家深度拆解一家真正掌握 AI 算力命脉，并且在2026年3月刚刚获得 NVIDIA 破天荒20亿美元战略投资的隐藏王牌 Lumentum。接下来30分钟内，我会带你扒开 Lumentum 最新到2026财年第3季的财报，甚至包括他们在 Morgan Stanley、Berkeley 和 UBS 科技大会上的闭门对话。这不只是一期简单的财报分析，这是你提前布局未来5年50亿美元增量市场的致富蓝图。如果你想知道华尔街的大户现在资金都在往哪边流，这支影片你1秒钟都不能快转。如果大家准备好，现在这部影片下面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先用数据说话。很多人对 Lumentum 这家公司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传统的电信光学元件供应商，但如果你看了他们最近几季的财报，你会发现这家公司已经完成了一次史诗级的蜕变。大家先看这张图表，这是 Lumentum 2026财年第3季的官方简报图片。看清楚了吗？他们的云端与 AI 业务带动了总营收年增率超过了 90%， 而且营业利率扩张了超过2100个基点。如果你觉得这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往前看一季，在2026年的 Q2， 这个数字是超过了 65%。再往前看2025的 Q4 的简报，当时公司就已经表明了云端与 AI 的投资正在加速，这是一条斜率越来越陡峭的成长曲线。为什么会这样呢？在 Lumentum 第1季跟第2季的电话会议当中，总裁兼 CEO Michael Hurlston 以及全球业务总裁提到了一个核心的现象，100G 和200G 的 EML 出货量创下历史新高。在 AI 超级电脑当中，资料需要在 GPU 之间以极高的速度传输，而传统的重线已经无法承受这种高频宽的需求了，必须转化成光，而 Lumentum 就是提供这些发光雷射源的绝对龙头。根据 JP Morgan 引述知名市调机构 Light Conning 的这个最新预估， Datacom 也就是资料通讯市场在2028年将保持着接近 35% 的年复合成长率。这代表 Lumentum 现在的爆发根本不是短期的题材，而是长达数年的产业超级大周期。如果你只是看懂他们现在的雷射元件卖得很好，那你可能只看懂 Lumentum 的价值的1/3。在 UBS 全球科技大会上， CEO Michael Hurlston 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叫做 Scale Across 横向扩展。那什么是 Scale Across？ 过去 Lumentum 的大客户是 Ciena 或者 Cisco 这些传统电信商，但现在他们的终端客户直接变成了 Meta、Google、Amazon 等超大型资料中心。因为 AI 资料中心实在太吃电了，各地的电网根本无法支撑在同一个地点建超大的资料中心，就产生了所谓的邻避效应。因此，科技巨头必须要把资料中心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再用极高速的光纤把这些资料中心连接起来，这就是 Scale Cross 的巨大商机。在这个趋势下， Lumentum 有一个杀手锏的产品即将迎来大爆发，就是 OCS 光路交换器。在2025的 Q4 的电话会议上面，有分析师问到 OCS 的贡献，他们的 CEO Michael Hurlston 是这样回答的：我们非常乐观的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高达数亿美元的营收贡献。虽然还没给出具体的时间表，但这一切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会比预期的更快的到来。各位，传统的电子交换机需要把光讯号
转换成电讯号，处理完后再换回光讯号，这不仅耗电，还会产生大量的延迟。而 OCS 这个网络交换机，它是直接让光讯号直接在这个设备里面交换，就像是资料高速公路上直接盖了一个立体交流道，不需要下交流道等红绿灯，这直接对 AI 资料中心的功耗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好，如果前面说的 EML 雷射和 OCS 已经让你觉得 Lumentum 是一头印钞机了，那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才是 NVIDIA 为什么要砸20亿美元投资他们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整个光通讯产业的终极圣杯 CPO 共同封装光学。什么是 CPO 呢？现在的 AI 伺服器光收发模组是插在机壳外面的，但随着 GPU 的算力越来越变态，例如 1.6T 甚至未来的世代，如果你还在用那种传统插拔式的模组，电讯号在主机板上跑到边缘的这段距离，会消耗掉你极大的能量，而且产生了非常恐怖的废热。那 CPU 的概念就是把光学元件跟 GPU 晶片直接包装在同一个载板上，让光直接进出 GPU， 将功耗跟延迟降到最低。那这件事情的潜力有多大？在2026财年第3季的电话会议 ，Loop Capital 的分析师提问时 ，CEO 抛出了一个震撼弹。Lumentum 预期 CPO 将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供需失衡，这是一个针对 Scale Up 的超级商机。这边 Scale Up 的就是向上扩展，就是那些机柜内的 GPU 互联。CEO 也明确指出，如果执行得当，这将会是一个大于50亿美元的增量营收机会。但各位投资人要注意了，这笔钱不是明天就能赚到。Lumentum 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Greensboro 建设这个全新的晶圆厂，来专门生产这样的高阶产品。那这座工厂预计要到2028年才会真正的上线。这意味着现在的 Lumentum 只是在吃前菜，真正的主菜呢，也就是 CPO 的超级爆发，将在2028年引爆。根据最新的产业链访查与科技媒体报道指出 ，Lumentum 目前是 NVIDIA CPO 封装的 UHP 雷射独家供应商。他们的外部雷射源技术把发热的雷射移出 GPU 封装外，同时保持光学纯净度的高功率，这是业界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必须要把 Lumentum 绑在自己船上的原因。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光通讯这么好赚，难道中国的厂商不会跳进来杀价竞争吗？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第4个重点，也就是法人机构最看重的一环——地缘政治与供应链护城河。我们来看看 Lumentum 在2026年 Morgan Stanley 的科技大会上，当时分析师直接切中要害，问到了中国出口管制的影响。他的 CEO 回答得非常精彩。他说，制造这种高阶雷射元件需要一种关键的材料，叫做磷化铟的基板。这东西以前很依赖中国，但是 Lumentum 早在几周前就已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与第三方供应链签署了一份长达7年的超长战略合约，而这份合约直接保障了他们基板供应到2030年代的中期。不仅如此，Lumentum 将核心的制造晶圆厂设在了日本。在现在这个中美科技战越演越烈的这个时代，美国的超大型资料中心在选择供应商时，供应链安全是第一考量。Lumentum 完美避开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掌握了非红供应链的命脉。这种信任溢价是其他竞争对手砸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护城河。好，接下来我们到电脑上来看一下 Lumentum 这家公司。现在电脑画面是 Thinking Alpha 的这个画面。好，我们先看 Lumentum 现在这家公司的股价是964.5，刚涨了11%。这家公司的1年涨幅是多少？1169.91%，翻了11倍，没错，11倍。那它今年 YTD 是已经涨了160%，160%，很强的动能。你可以先看一下这家公司的 market cap 是多少，大概是62.24 billion， 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这家公司目前的矿的评级是在 Strong by 4.99 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它的 Factor Grade。这家公司的 Factor Grade Valuation 6个月前是 C 减，那3个月前是 D 加，那现在变成 C， 很夸张。你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半年涨了多少？半年涨了 277.36%。这家公司的估值越变越便宜，这是怎么回事？那再看一下成长性，一直都是保持在 A 加的分数 ，Profitability 从 C 减到 C 到 C 加，所以获利能力是逐年的变得更好。那 Momentum 不用说，一字排开 A 加。
那 Revision 从 A 加掉到了 A， 所以是相当好的一个 Factor Great。那我们再看一下 Quant Ranking， 现在在 IT 产业，那 Industry 是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它在4248有排名的公司当中排第4名。那它这个 Sector 是528家排第4名，在这个 Industry 是39家排第1名。好，那我们接下来具体看一下它5个因子的量化评分表现。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 Valuation 目前拿到的分数是 C。Lumentum 这家公司基本上一字排开，估值都超差，但唯一有一个指标表现得非常亮眼，是什么 ？PEG Non-GAAP Forward 这个指标是什么？就是把成长性考虑进来衡量的 GE， 然后的前瞻是多少？是 0.76， 那同行中位数是 1.37， 所以简单来说，以这个指标还是比同行低估了 44.68%。但是你看其他指标，基本上表现的都是非常的差，就是 PE Non-GAAP Forward 105，同行中位数只有 24.55， 高估了大概32.3倍。再往下看。基本上 EV 除 PS 这些估值对 Lumentum 来说，这家公司目前真的都是太贵，但唯一就是成长性很强，让这家公司的这个 PEG Non-GAAP Forward 变成 A 减这个分数，勉强拿到 C 的评级。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成长性，成长性就非常过分了，一字排开，基本上全部都是 A 的评分。好，可以看一下 Revenue Growth Forward 前瞻的这个营收成长是多少？59.81，同行中位数只有 11.76。那如果是 EBITDA 前瞻的成长是 154.27， 同行只有 16.73， 这个超越同行多少 ？822.01%， 是非常浮夸的。那如果是 EPS 前瞻的 EPS 成长是 161.69%， 同行只有 16.74%， 也都是屌打。基本上这边看下来全部都是屌打，唯一只有这个 Working Capital 营运资金是比同行还低估了，因为它这家公司目前是重资本的，拿到的钱都是投出去了，所以它的营运现金成长可能表现没有同行好，但我觉得这应该是短期的效应而已。所以这家公司的成长性拿到 A 加这个评级是非常夸张的。那接下来看这个 Profitability 获利能力的这个评分，这家公司拿到 C 加这个评级。它的 margin 毛利率目前是 40%， 同行是 50%， 差不多少同行 10%。EBIT 跟 EBITDA margin 基本上就已经碾压同行了，尤其是这个 EBITDA margin 是 20.45%， 同行只有多少 12.08%。再往下看 Net Income 还有ROE 这些基本上都是赢同行的，可以具体看到像这个 Capex to Sales， 好，这个基本上他们拿到的这些 Sales 多少？它 13.6% 都拿去在投 Capex。如果是 Cash per Share 它是有 36.51， 代表这家公司的现金也是相当充裕的，所以这些指标让它拿到 C 加的获利能力的评分。那接下来是动能拿到 A 加这分数，我就应该不需要多说。3个月涨了 30%， 6个月涨了272.18%， 9个月涨了 649%， 一年呢涨了 1025%， 翻了10倍。这家公司的股价，它同行中位数差不多都是维持在 10% 左右，所以完全是海放同行的，所以也拿到了 A 加的分数。那最后这个 Revision 是拿到 A 的这个分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如果在最近的一个财年结束，最近3个月，分析师的预期是什么？18个上修它的 EPS， 0个下修它的 EPS。Revenue 的18个上修它的 Revenue， 0个下修它的 Revenue。那如果是 Quarterly 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下一季最近3个月，分析师是怎么调整他们的那个 Earning Revision 呢？17个分析师上修他们的 EPS， 0个下修他们的 EPS，17个上修他们的 Revenue， 0个下修他们的 Revenue， 一字排开。好，分析师全部都低估了 Lumentum 这家公司的价值，全部都要上修他们的 EPS 跟 Revenue， 所以这也导致了它 Revision 拿到 A 的这个分数。我们接下来到 Trading View 来看一下 Lumentum 这家公司的现行表现，基本上均线一字排开，多头排列20、60、120、200。所以完全的超级多头。那我们可以看，基本上它的股价都只有回撤到20A 怎么样，就会马上再被弹回去。包括这一次是第几次了？第5次的下穿20A 又重新上穿，又被顶上去。主力或是那些华尔街的机构一直都是盯着这家公司，只要有跌破20A， 基本上就是有资金灌进去把它买上去，所以我觉得这里又重新上穿20A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加码点。而且你可以看它接下来的抵扣价60会掉下来，20又会掉下来，那120跟200基本上都还在低档，所以它的均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接下来也会继续往右上方发展，所以下面是有多道支撑的，尤其是这个20A 的支撑已经支撑了第5次，都重新把这个股价推上去，所以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买点了，已经不能再等了。
好，我们来为今天的 Lumentum 深度解析做个总结。短期爆发呢 ，AI 资料中心的频宽焦虑推动了 100G 和 200G 的 EML 雷射元件的需求，让他们的云端业务年增率飙破了 90%。那中期的催化剂呢，是针对资料中心的互联 Scale Across 的 OCS 光路交换机，即将贡献数亿美元的营收。那如果是长期长线，到了2028年 ，Greensboro 的这个新厂上线，搭配着 NVIDIA 20亿美元的战略合作，将吃下超过50亿美元的 CPO， 共同封装光学的大饼。最后一个，他们有极致的护城河，他们拥有日本晶圆厂与长期7年的非中原物料合约，彻底锁定了美国巨头的订单。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一档过去1年涨幅非常惊人的标股。高估值必然伴随着波动风险，就像近期市场，如果有人获利了结的卖压，股价难免会有震荡。但如果你看懂了 AI 基础设施从算力 GPU 向通讯转移的这个长期蓝图 ，Lumentum 的每一次回档，或许都是你值得深入研究的基本面测试。尤其是刚刚 TradingView 讲的那条20A 跌了5次都重新上传。看完这期影片，你觉得 Lumentum 在未来的 AI 赛道上能成为下一个光通讯界的辉达吗？还是你更看好其他光通讯设备商，例如 Coherent？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会一一的回复大家。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硬核的股票深度解析，请务必帮我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对频道的演算法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想要跟我互动，每周三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我会在我的频道开启直播，到时候你也可以来询问你有兴趣的股票。好了，今天就讲那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记，我们下一集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